大家好，我是佳佳。上星期我们分享了网友严翔投稿的故事，他说了以前读书学校里面的灵异事件。这星期同样是他的投稿，而且是关于他在这所学校所遇到的亲身经历。那么故事开始咯。我是一位视障者，由于小时候身体健康状况非常的不好，因为体弱多病，所以动不动就是大病小病不断。最常见的就是感冒、发烧这些症状。爸爸妈妈为了我真的花费了许多心思跟精力。我记得大约5、6岁的时候，我在家里偶尔就会遇到一些无法解释的灵异现象。因为视力不良的关系，所以在7岁那一年，我就独自从桃园离乡背井，到台北的一所特殊学校就读1年级。因为当时年纪很小，又加上我是一个人住校，所以那段时间呢，我都非常的内向，也非常的害羞，不善于跟其他的小孩子玩在一起。因为平常时间我们都是住在学校的宿舍，偶尔才能回家跟父母团聚。因此体弱多病的我，以前在学校就常常动不动就感冒发烧。由于我的体质比较弱，导致气场比较差，因此在学校也常常碰到一些无法解释的灵异经验。在上一集的影片中，我提到学校的一些灵异传闻，而接下来要说的故事则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可怕事件。记得当时我刚入小学1年级，然后大约是11月左右的某一天，有一个星期五晚上，因为天气非常的寒冷，加上外面又下着小雨，我因为贪玩的关系所以到了晚上9点晚自习下课之后，班上的同学都已经回到宿舍了，却只有我一个人还留在教室里埋头苦干的写作业。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是想，功课如果没有写完，明天早上一定会被老师骂，甚至会被打屁屁。因此呢，一定要赶在今天晚上把功课写好。后来功课一写完之后，我就把写完的功课放在座位的抽屉里，打算准备回到宿舍。当我起身准备走出教室的那一瞬间，隐隐约约就听到走廊上有小孩子的哭声。虽然很小声，但是仔细听，可以听到那种哭声是非常的凄厉，感觉是很撕心裂肺的那种哀嚎。正当我纳闷的时候，教室的灯忽然就关闭了。一开始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心里的直觉就是应该是停电了。于是我打开教室的门，站在门口仔细的听，想知道这个哭声到底从哪里来。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从我们教室前面有一条通到地下室的楼梯，那边下去就是地下室，刚好就是我们平常上体育课以及柔道课的楼道室。因为好奇心的作祟，所以我就蹑手蹑脚的慢慢走下楼梯，到了最底层。这个时候我感觉有一股非常寒冷的风从我面前扑过来。当这阵风吹过来的时候，哭声立刻停止。那个时候的我还有一点点视力，忽然间我就看到一个大约跟我差不多年纪，类似小孩子的白色影子从我的面前飘过来，并且把我往后推。那种感觉好像不想要让我再往前走。我看到这个白色影子从我旁边飘过去，并且消失在楼梯的墙壁里。正当我惊讶的时候，我整个人就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撞倒在地上。
并且短暂的失去意识跟知觉。当我回神的时候，我整个人吓到往楼梯上冲，并且呢往宿舍的方向奔跑，一路上跑得跌跌撞撞。最可怕的是，我听见我身后有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这个声音慢慢的从我身后追上来。当我抵达宿舍的时候，我连鞋子都没有脱，就整个人瘫软在床上，并且大口大口的喘着气。当时照顾我的大哥哥刚好从厕所回来，看到我这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他就问我说：“你是跑去哪里玩啊？怎么身体跟衣服都弄得脏兮兮的呢？你看，连鞋子都没有脱，就躺在床上。”然后我就把刚刚的经过呢，跟照顾我的大哥哥说了一遍。接着我就被臭骂了一顿。他说：“你看吧，班上的老师还有我们这些照顾你们的大哥哥大姐姐，不是常常跟你们说过不要乱跑，尽量在人多的地方，你就不听，现在出事情了吧？”大哥哥念完我之后，就吩咐我把鞋子脱掉，赶紧睡觉。到了星期六的早上，我觉得我的身体非常的烫，头非常的晕，好像发烧的样子。于是我就跟同寝室的大哥哥说，我起不来，头好晕。大哥哥马上请来了宿舍辅导员，查看我的状况。后来辅导员倒了一杯温开水给我喝，就跟我讲，你今天就在宿舍休息，不要去教室上课了。于是我在床上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等到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早上10点了，大约是第2节下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班上的导师连同学校医护室的小姐都过来查看我的情况，摸了一下我的额头，发现还是非常的烫。当时我跟老师说我头很晕，身体好热，于是医护小姐马上叫我转过身趴在床上，并且替我量了肛温。正当我趴在床上的时候，耳朵旁边隐隐约约听到昨天晚上那种可怕的小孩哭声。后来护士小姐说我的体温39度太高了，于是替我塞了一颗退烧塞剂，并且吩咐我好好休息。接着他们就离开了。直到我再一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12点，第4节下课了。班上的导师呢，带着我的爸爸妈妈来到宿舍，准备把我接回家。回到家之后，爸爸妈妈马上带我到桃园某一家小儿科就诊。进去之后呢，依然感觉身体非常的不舒服，耳朵旁边隐隐约约听得到那阵莫名的哭声。这个时候护士小姐也是叫我趴下，并且帮我量了肛温。这次的温度更高，大约在40度左右。于是医生就问我，除了身体不舒服发烧之外，我有没有其他的症状？我回答还会头晕。看完诊之后呢，医生就开了一包口服药，又开了几个退烧塞剂，让我们回家。回家之后，那种诡异的感觉依然存在。于是我把昨天晚上在学校发生的事情跟爸爸妈妈说了一遍。爸爸妈妈认为我昨天一定是在那边被冲煞到了，因此我妈妈说，明天星期天早上，我们全家人一起到庙里面拜拜祈求平安。到了隔天星期天的早上，我的身体还是非常的烫，吃了药也没有退烧的样子，于是我的屁股又被塞了一颗退烧塞剂。之后就跟着家人一起到大庙拜拜。说也奇怪，这几天一直高烧不退，用塞剂呢也没有什么效果。但当我们到庙里拜拜完之后，我忽然觉得我的身体渐渐退烧，
也慢慢的恢复了元气，也开始有了食欲。后来到了星期一早上到学校上课的时候，在某一堂课，任课的老师突然就跟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大约在我们前几届的同学，有一个小女孩常常喜欢一个人到柔道室玩耍，因为调皮的原因，就把厚重的柔道垫推倒，结果垫子倒塌的时候，正好死不死的压在她的身上。因为那个时候她年纪非常的小，身体又很瘦小，根本没有力量把那个垫子推开，只好活生生的被压死在那边，导致于时间过了很久都没有人发现。直到事情发生的第3天，有某一班的学生在那边上体育课，有人觉得那边好像有异状，于是几个同学合力把垫子推开，才看到非常恐怖的画面。因为那个小女孩已经全身冰冷的躺在那里，最恐怖的是她的身体长满了蛆，脸色非常的惨白。其中有几个视力比较好一点的同学发现她的眼睛真的大大的，还一直盯着大家看。当时在场的老师还有训导主任到了地下室处理这件事，并且打电话给这个小女孩的家长，后续到校处理小孩子的遗体。而学校自从发生那件事情之后，每天晚上大约到了9点多，宿舍的地下室就会传出阵阵的小孩哭声，而且非常的凄厉。因为我们的宿舍离地下室非常的近，所以当有人起来查看的时候，只要走到宿舍的走廊外，就会听到那个哭声越来越接近，越来越凄厉，像是在对我们哭诉他的遭遇。故事说完了。天哪，好毛的故事啊！我觉得毛的原因是因为明知道那里有鬼，却还得住在那里。投稿的网友说呢，因为他从小学1年级到高中3年级，整整有12年的时间都在这间学校就读，住在这里面的宿舍，所以我只能说真是辛苦你了。如果有灵异故事或者是可怕经验想要投稿的话，欢迎各位朋友可以到影片的说明栏里点击故事投稿的连结，或是寄到我的信箱 gn1111000a 小老鼠 gmail.com， 都能够将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哦。下星期五晚上9点，记得锁定我的频道来听我说故事哦。如果有婚礼、尾牙、活动、商演等需求，请加入我们爱先锋官方 LINE 小老鼠869IXXVK， 我们用心在活动的每个细节。我是佳佳，我们下周见，拜拜。